全球化时代，资本可以自由跨国流动，但劳动力被固定在民族国家体系中，被法律边界所限制。这种差异创造了巨大的劳动力价格差异，是资本全球盈利的根源。非法移民的非法性，正是资本主义主动创造的廉价劳动力来源，而非被动产生的社会现象。在全球供应链视野中，发达国家的非法移民廉价劳动力，其本质与发展中国家的童工、血汗工厂工人、监狱劳工本质相似，都是资本降低成本、提高利润率的工具。从殖民时代开始，种族主义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度结构，而非仅仅是社会偏见、种族划分、创造等级、劳动力，使穷人永远处于分裂状态。非法移民被定义为外来威胁，确保白人工人阶级持续支持右翼或温和右翼政党，从而瓦解底层的阶级团结。民族国家的边界体系不是为了保护普通人，而是为了保护资本流动自由，保障财富精英的利益。国家安全的真正意义是财富安全。移民拘留设施和私营监狱不仅是利润来源，更是一种社会暴力治理实验。通过向普通民众展示国家暴力的合法使用权，训练民众对暴力治理的默认与接受。无论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媒体，本质上都避免触碰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的真正深层机制，而将议题简化为法律秩序，目的是掩盖系统性剥削机制。人类内在有一种认知失调机制，他们宁愿相信自己活在公平正义的世界，而非承认自己长期生活在不公正的体系中。承认制度的不公，意味着个体道德义务与行动负担的增加，而大众不愿承担这种心理负担。历史从未真正进步，只是不同制度、意识形态的周期性更替。人类总以为更换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就能带来变革，却忽视了人性、权力结构本身的内在规律。权力的本质在于扩张与自我保护，无论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形态，最终都会陷入统治阶级的自我维持循环。这种本质上的权力规律从未真正改变。民众为何无法觉醒与联合？个体理性与集体行动的经典困境，奥尔森困境。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牺牲，去实现共同利益，而自己则选择搭便车。这种心理与经济的理性计算，导致民众无法长期有效联合反抗统治阶级。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群体内心深处渴望秩序与安全，这让他们天然倾向于选择强权式的秩序，而非自下而上的自由联合。制度设计的根本困境，任何制度要长期稳定，都必须在自由与安全之间取舍。安全需要秩序，而秩序往往意味着权威的控制、社会分层、阶级固化。真正的自由与平等又很难提供稳定的安全感。人类在进化史上的漫长历程中，总是活在一种根深蒂固的资源不足恐惧之中。这种恐惧驱使人类不断追求安全、占有与控制，而国家、法律、阶级本质上都是人类对抗这种稀缺焦虑的集体机制。稀缺感是动物本能，人类社会所有的文明结构、制度设计，本质上是对这种稀缺恐惧的回应。人类创造了私有制、阶级、货币体系，试图解决资源分配与安全感问题。但悖论在于，文明越发达，人类的稀缺焦虑并未缓解，而是更加复杂和尖锐。人类是靠身份认同组织起来的社会动物，这种认同天然具有排他性，因为只有明确的界限才能区分我们和他们。人类文明史就是部身份冲突史，民族冲突、宗教战争、种族压迫本质上都是由集体认同的排他性造成的。当外来者进入新的社会，他们成为界限模糊的存在，威胁了社会群体。明确的自我认知，因此引发恐惧和排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们失去了传统的稳定的身份认同，如家族、宗教、部落。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明确的身份界限和排他性认同来抵抗现代性的身份迷失。于是非法移民这样被标记的群体就成为维护社会边界和集体认同的必要牺牲品。人类总是幻想暴力是野蛮的，但事实是，人类社会无处不在地依赖暴力来维护结构稳定。暴力的形式在进化，但本质从未改变。法律、监狱、军队、国家机器都是暴力的文明化表达。暴力并非消失，而是从肉体上的显性暴力演变为制度性的隐性暴力。
这种暴力更难被察觉，也更容易被接受，因为它被包裹在秩序、法律和文明的外壳里。移民被驱逐、被拘押、被隔离，正是结构性暴力的体现。这种暴力的主要功能是强化对社会秩序的控制感，满足社会成员对暴力仪式的潜在需求，告诉他们社会仍然安全、有序、可控。人类存在一种难以言说却根植内心的支配欲望，人类渴望掌控他人、支配环境、创造等级。这种支配欲望本身并非恶，而是人类内在的生存策略。所有阶级社会本质都是这种支配欲望的制度化表达。阶级的存在正是因为人类需要明确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获得安全感和掌控感。阶级斗争的本质就是支配与被支配制，间力量的周期性再分配。对底层移民的驱逐，本质上是社会成员权力感的一次心理补偿。我可以决定谁属于这个社会，谁不属于。因此，驱逐移民本质上是一次集体支配仪式，让社会获得暂时的权力满足感。人类永远需要敌人来维持自己生存与意义的合理性。没有敌人的社会往往陷入道德与价值的迷茫状态。敌人让社会成员找到存在感、目的感、归属感。从历史来看，人类总是要么寻找敌人，要么创造敌人。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当传统的国家敌人苏联、恐怖主义逐渐弱化，非法移民成为完美的新敌人。他们无法反抗，随时可以动员打击，又不会真正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这种敌人维持了社会成员的集体斗志与认同。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有道德，但每个人都不愿意承担真正的道德代价。道德成了社会的一种表演机制，这就是道德成本与搭便车问题。社会中大部分人愿意声称支持道德的高地，但却不愿承担实践道德的个人成本。因此，当涉及到非法移民时，人们一方面支持驱逐政策，因为他们无需承担道德代价；另一方面又声称自己维护了社会秩序，道德的伪善表现。移民问题背后是道德虚伪。当代人类社会的道德本质是只做道德姿态，不做道德行动。因此，移民问题成了道德伪善的完美体现。社会成员满足道德虚荣，资本主义系统持续运转，统治阶级继续收割利益。人类惧怕真正的变革，因为变革意味着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社会宁愿维持旧有的不公制度，也不愿意冒险尝试未知。制度与文明本身有惯性。人类群体惧怕改变现有结构，除非不得不改变。因此，虽然我们理解了结构性暴力的本质，却选择默认其继续存在，因为我们害怕真正的改变。